Hello everyone， 大家好啊，欢迎来到 Dear Me， 给我自己的一封信。我是主持人莉亚。经历了千辛万苦呢，我终于把我的 podcast 做出来了。其实啊，我从1月份开始就想要做自己的 podcast， 只是呢，我自己有点拖延症，还有一点完美主义，所以就把它拖到现在了。而且啊，当我真的去做的时候，就发现 Oh my god， 做一个 podcast 真的比我想象中还要难。像我的这一集啊，前后后也大概录了快20次以上了吧。而期间呢，也出现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问题，实在是太难了。但至少我还是有努力的把它做出来了。大家还是给我一点掌声鼓励好不好？Just proud of myself, you know 。那我的 podcast 呢，主要会以个人成长还有自我疗愈的内容为主，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子的内容。那另外呢，我也想要用英文跟我的外国朋友说一些话。If you're an English speaker and you don't understand Chinese, but you're still listening to this podcast, I just want to say thank you. I really appreciate that. That's mean a lot to me. I was gonna record my podcast in English as well, but you know, English is not my first language, and sometimes I still feel less confident and nervous when I have to speak in English, especially like a public speaking or presentation. But I also want to challenge myself for doing it. So let me know what you guys think. Then I might record in both languages for the next episode. Or what if my friend doesn't care because they are not even listening to my podcast? Anyways, this podcast will be focusing on self-love, self-growth, and healing. I will also upload my podcast to my YouTube channel with CC subtitles on, so you guys can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am I sharing here. I hope you guys will like it, and thank you for your guys' support again. Love you guys! 我讲中文跟讲英文的声音是不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呢？当然还是一样不正经，对吧？ Anyways, 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主题吧。今天呢，想要跟大家聊一聊的这个主题是近年来比较常提到的一个 topic， 就是爱自己。因为我们常常都听到别人说啊，爱别人前要先学爱自己嘛。可是如果你去问你身边的朋友，你爱你自己吗？想必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像我自己也是一样的，我也是近1-2年来才学会如何的去爱我自己。那听着这个 podcast 的你呢？你爱你自己吗？你能够很坚定的说出你爱自己的这句话吗？就像我们常常对别人说我爱你，可是要我自己对自己说我爱我自己，这句话听起来就让人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好像爱自己是一件自私又不道德的事情一样。也正是因为大家都觉得爱自己很难，所以如果你现在去 Google 或者是 Social Media 上面search一下爱自己的这3个字，我相信有很多不同的内容都会跑出来吧。像是一些文章、一些影片都在提醒我们要如何的去爱我们自己，还有爱自己的重要性。而每次看完这些心灵鸡汤呢，都能够得到一丝的安慰，但还是有很多人觉得我就是爱不上我自己啊。那到底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爱别人很简单，爱自己却很难呢？我想来想去，这可能跟我们的社会还有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呢。在这边呢，我想要你问问你自己，你是不是很害怕面对真实的自己呢？有时候你是不是宁愿压抑你内心真实的情绪，像是你明明就过得不开心，却要假装自己过得很快乐，又或者说你明明就很委屈，却任何事情都要以别人为先呢？你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只是不想要被标签为不好或者是不正常的人吗？可到底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正常，什么又是不正常呢？恐怕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给出最佳的答案吧。因为我们每个人看事情的角度都不一样，就算是一句话也可以有不同的诠释嘛。我们所接受到的这些标准呢，也不过是社会上所定义的一些标准而已。我们之所以难以接纳真实的自我，也只是因为社会上不允许某些面向的存在。就像负面情绪在先进社会中普遍是不被接纳或允许的，这也导致了很多的心理疾病，像是忧郁症、焦虑症各种等等的，都很容易会标签为不正常或是异类。可是当我们去抵抗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啊，其实并不会让社会或自己带来更正面的影响，而相反的，
如果我们越压抑我们内心真实的情绪，就越把自己给逼死。像是悲伤会演变成忧郁啊，愤怒可能会促成一些暴力的行为，而爱呢，就会变成对人事物的占有欲等等。可是我们教育一直教导我们要如何的保持体面，如何的给予别人爱还有付出，如何的贡献社会，却从来没有教过我们要如何的去爱我们自己，接纳自己，还有接纳自己的情绪吧。也正是因为我们习惯性的去压抑自己内心的情绪，我们同时也养成了逃避自身问题的习惯。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过这样子的经历吧。如果今天你身边的人出现什么困难，就算你本身可能过得也不太开心，最近生活可能过得不太顺利，你还是会选择去帮助他们。而这种帮助别人的行为呢，会让我们得到一丝的成就感，可同时也只是在逃避我们内心的感受还有问题而已。如果我们总是把时间花在帮助别人过他们的课题，我们怎么又有时间去处理我们自身的问题，更好好的爱我们自己呢？当然呢，我们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给予爱被视为一种应当的社会行为，为别人付出，甚至把别人放在第一位，这些都是我们从小到大被灌输的概念嘛。就好像我们从小要取悦我们的父母，去满足他们对我们的期望，长大后呢，又要去取悦别人，融入他们的圈子。我们好像总是把别人放在第一位，自己放在第二位，而这种概念呢，就会形成一种纵向关系，也可以称之为上下关系。所以别人的想法或是别人的行为都会对我们自身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久而久之，我们就活在别人的世界和眼光里，我们失去了自我，也失去了爱自己的能力。其实我觉得啊，任何健康平等的关系都应该建立在横向关系的，我们跟其他人应该是平等的，不应该存在着谁高谁低，谁比较重要，谁比较不重要。唯当我们处在一个平等关系的时候，我们给予的爱才会是丰盛的。而当我们处在一种上下关系的时候，我们给予的爱只会带来更多的匮乏感。如果我们只是想要透过得到某种东西，像是从爱别人身上换取别人来爱自己，可我们自己身上却没有东西可以给出去，那我们所给予的爱是不是只是一种空洞的形态而已呢？你不是真正的去爱别人，你只是为自己图谋好处而已。当然也有人说爱自己很难，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没有感受过父母的爱。有句话说，幸运的人一生都会被他们的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他们的童年。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要如何的去定义什么是幸运，什么是不幸运呢？的确，父母对我们的影响是很深的，但他们不应该是定义你的价值或是人生的人。或许我们真的没有从父母身上得到我们想要的关爱，但并不代表着我们不值得被爱啊。你之所以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是因为你把过往的经历给定义了。一件事情会被视为是心理的创伤，还是你人生的经验，都是取决于你怎么去看待它们。而其实从高维度的角度去看的话呢，我们一生所有的经历都是幸运，都是被祝福的。这也是跟我们出生前所定下的灵魂课题有关系。这个的话呢，以后会再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所以啊，我们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的这一点呢，也只是一个幻象而已。我们从来没有失去过任何东西，只是我们把它当真了。我们以为自己不值得被爱，或者说没有爱，只是我们忘了我们是爱的这个事实。其实我们都来自于同一个宇宙大意识，而宇宙的本质呢，就是爱。我们从一个大意识中分裂成千百万个小意识，也代表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爱。我们来到地球呢，只是为了探索和体验不同的人生。刚才所提到的那些对与错的概念，也只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帮助我们定义我们是谁而已。就好像恐惧必须存在，否则我们没有办法体验爱；爱也必须存在，否则我们没有办法体验恐惧。透过任何你不是的东西，你才能够选择你是的东西嘛。所以啊，你只是透过了没有爱的这件事情，从而意识到你是爱的这个事实而已。就好像你一旦到达高处，就要回到低处，这样子才能够再次体验往上爬的那种乐趣嘛。而同样的，你只是透过没有爱的这种体验呢，从而再一次的创造了爱。其实啊，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可以伤害你的，除非你允许他们来伤害你。而同样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爱你，除非你也不爱你自己。
所有外在的一切呢，都只是你内在的投射而已。那我们讲了那么多，我们到底要如何的去爱我们自己呢？其实我觉得爱自己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啊。我们可以从一些小的细节开始着手。最简单的话呢，就是养成一种新的习惯啦。在这边，我想要你想象一下你自己心目中想要成为的那个模样。它可以是各式各样你想要的模样都可以，可以是成为健康的人、自信的人等等。然后就问一下自己，我需要透过什么样的习惯、什么样的思维、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达到这些目标呢？在这边呢，我想要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像我自己也是的，我以前也是不懂得怎么去爱我自己，我也不懂得怎么去抒发我自己内心的感受，因为我很害怕，如果我把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之后，别人会不会不喜欢，或者说对我有所失望呢？而这一点呢，在我去了国外生活之后，就变得越来越严重了。因为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嘛，刚刚过来的时候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在身边，而那时候呢，英文也没有到很好，有时候也不能够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我就开始压抑我自己内心的情绪，所以就开始了喝酒。喝酒就成为了我一个唯一的抒压方式，也是一个让我能哭出来的方式。而那时候呢，在我朋友眼中，我就是一个酒鬼，但他们根本不知道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不过他们现在应该知道了吧，因为他们应该有在听这个 podcast 吧。而后来呢，喝酒成为了我逃避问题还有情绪的一种习惯。而直到2年前，大概是2019年的年底，我就开始思考，这是我爱我自己的一种方式吗？还是我只是在逃避我自身的问题呢？我也意识到说我的健康出现了问题，我就下定决心我要改变了，我就戒酒了。同时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健康呢，我就开始了做运动的习惯，也学会了冥想，还有跟自己聊聊天的重要性。同时呢，我也了解到说，提升自己其实就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我也培养了阅读还有写作的习惯，或者说去学习一些我一直以来很想要尝试却没有去做的事情。而我做所有一切的目的呢，只是想要成为我心目中想要成为的那个自己。我想要成为那个连我自己也会爱上我自己的人。而在2年后的今天呢，我终于能够很自豪地说出我爱自己的这句话了。甚至我朋友说我单身是因为我条件实在是太好了。唉，哭哭啊。好，我们还是要正经一点好不好？所以当你能够下定决心为你自己做出一些改变之后，你又重新学会怎么去爱你自己了。当你意识到说你不想要什么，你就有勇气去断舍一切不再适合你的人事物，其中包括了活在别人的期望下去证明你自己是有价值的，又或者说你期待别人的爱来满足你内心的空虚。而且当你回望你为自己做出改变的这些过程，你就会从你自己身上得到满满的成就感哦。另外呢，我也想要说一下，培养新的思维不代表说你要强迫你自己正面思考，而相反的，你应该允许你自己内心有不同的声音还有想法。不管这些声音和想法是你所定义好的还是不好的，他们都是真实的你。有时候他们是在提醒你去正视一下你内心一直被忽略的那些问题。而事实上呢，也不存在着某一个面向的你比较好，某一个面向的你比较不好。所有面向的你呢，都是值得被爱的。或许在你眼中看起来不好的地方，却是人家爱你的地方呢。试着放下一些对自己的批判，还有跟自己好好聊个天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跟自己聊聊天呢？你是不是总是把时间放在别人身上，忙着处理别人的事忙着跟别人聊天？就算是你一个人待着，你还是在苦恼别人怎么看你，别人喜不喜欢你吗？那这一天的时间里，你又花了多少时间在自己身上呢？当你还在担心别人怎么看你，你就依然属于别人。而当你不再追寻这些外在的认同时，你才能够属于你自己。所以找个时间跟自己聊聊天吧。成为你自己最好的朋友呢，就是你爱自己最好的方式了。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也希望你在给予别人爱之前，不要先忘了给自己一份满满的爱吧。我是莉亚，我们下次再见，拜拜。